你敢相信这是丧尸与人类之间的战斗？各位粉丝宝宝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最喜欢的丧尸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由同名游戏改编的丧尸片《死亡之屋》的第一部。上期视频博主已经解说了第二部，虽说两部是同一系列的电影，但他们在剧情上却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不管先看哪一部，都不影响剧情的连贯性。这一部相较于续集确实有不小的差距，本来不想解说的，但当我看到导演的名字后，又瞬间来了兴趣。德国导演乌维鲍尔喜欢将游戏改编拍成电影，但他所拍的所有电影在 IMDB 上都从未高于3分，更是独占 IMDB 最烂电影榜5席。奥斯卡大家都知道，是1年1度专门给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以及最佳演员颁发的荣誉奖项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还有一个专门颁给烂片的金酸梅奖，他赶在奥斯卡之前举办，而这位导演就是金酸梅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。能达到这样的高度，这个男人绝对不简单。可正所谓烂到极致就是经典，不多逼逼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几个年轻人准备去一座小岛参加狂欢派对，结果却因为迟到错过了开往小岛的船。不死心的几人找到一艘渔船，想要花钱雇佣船长送他们一程。可当船长和助手小黄听到他们要去的小岛后，却瞬间脸色大变，当即表示拒绝。原来这座岛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说，被当地人称为死亡之岛，因为岛上有可怕的幽灵。但几人明显不相信，认为两人是为了涨价故意编造的谎言。于是西蒙直接出价1000刀，没想到船长听后真的同意了。看来他们怕的不是岛上的幽灵，而是怕没有钱赚。然而就在一行人准备出发时，2名海警却突然来到码头例行检查。船长没有理会，直接驾驶渔船慌忙离开码头。船上似乎有什么违禁品，害怕被海警查到，西蒙几人想快点登岛，当然也没有在意。可此时的他们却并不知道，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。与此同时，岛上的狂欢派对已经开始，一对情侣中途离开派对现场，来到一处沙滩享受2人世界。女孩想要下水游泳，随即一丝不挂走入海里，男孩也兴奋地准备跟上去，但冰冷的海水却瞬间打消了他的念头。坐在沙滩上任凭女友如何呼喊也无动于衷。可游着游着，女孩就隐约感觉到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，察觉到危险的女孩赶紧往回游，结果来到岸上却发现男友不见了。她穿上衣服走进丛林四处寻找，没想到扒开眼前的树枝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栋荒废已久的诡异木屋，屋前还有一大片木地，即使是大白天也让人感到背脊发凉。但为了寻找男友，女孩还是壮着胆子走进了木屋，里面更是阴森恐怖。下一秒房门居然莫名其妙的自己关闭了，女孩被吓了一跳，却依然选择继续深入。消失的男友果然在这里，但他的样子却很不对劲，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周围就突然冒出几只可怕的怪物。很快，西蒙一行人就抵达了小岛，海警也追了上来，把船停在了小岛的另一侧。几人乘坐气垫船登岛后，便立刻按照地图前往派对地点。而船长和小黄并没有离开，一会还要送西蒙几人回去。2人悄悄将一个木箱搬到了岛上，里面果然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他们也猜到海警可能会跟上来，于是打算找个地方先把东西藏起来。到了晚上，西蒙这边总算到达了目的地，但让他们没想到，整个派对现场一片狼藉，竟然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，露西突然在地上发现一件带血的衣物，她顿时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准备马上去寻找其他人。西蒙和黑妹决定跟他一起去，辛西亚和克瑞格则留在原地等待。3人前脚刚走，情侣俩就迫不及待钻进帐篷，准备深入交流。不料关键时刻，克瑞格突然一股尿意来袭，只能先去上个厕所。独自留在帐篷里的辛西亚很快就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他以为是克瑞格的恶作剧，殊不知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另一边，小黄正在按照船长的吩咐，把箱子里的货物藏进丛林里。突然，他听到丛林里有异响，本就对幽灵传说深信不疑的小黄瞬间慌张不已，可还没看清楚怪物的样子，就命丧当场。而待在船上的船长也不安全，怪物竟然还会潜泳。他们从水底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渔船，准备对船长发起偷袭。还好船长十分警觉，手握真理的他一枪就干掉一只怪物，但没想到怪物还不止一只。紧接着，更多的怪物纷纷爬上渔船。见过大风大浪的船长丝毫不慌，直接来一只杀一只，来2只杀一双。此时，西蒙3人还在丛林里四处找人，并且也发现了那栋诡异的木屋。他们并未意识到危险，
缓缓走向了木屋，殊不知身后有一个恐怖的家伙正在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不过三人走进木屋后，却并没有遇见怪物，反而在这里找到了3名派对中的幸存者。黑妹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摄像机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。一开始大家本来玩得好好的，谁知一群怪物突然出现，他们就像是从墓地里爬出的丧尸，在派对上展开了疯狂的屠戮。除了他们3人侥幸存活，其他人都死在了丧尸的手中。3人本想坐船逃离这里，结果船又不见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这才选择躲进这间木屋。可即便事实摆在眼前，露西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会不会是派对举办方故意安排的节目？但亲眼目睹惨剧的鲁迪非常确信，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。看到3人惊魂未定的样子，明显不是在说谎，于是他们决定立刻返回派对现场，跟辛西亚和克瑞格会合后一起坐船离开。一行人很快回到派对现场，这才发现2人不见了。倒在地上的移动厕所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里面似乎有动静。3人合力将厕所翻过来，打开厕所门后，竟然发现浑身是疤疤的克瑞格被困在里面。原来当时他正在一泻千里，但不知道是哪个变态在外面疯狂敲门，然后厕所被对方掀翻，他就这样被困在了里面。浑身恶臭的克瑞格非常气愤，殊不知自己因此捡回一条命。回过神来后，他这才想起自己的女友。众人立马开始寻找辛西亚，可已经变成丧尸的辛西亚却突然出现，袭击了毫无防备的男人。危机之时，及时赶来的海警救了大家。接着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他再次开枪击毙了辛西亚。辛西亚那恐怖的样子，竟然和袭击派对的怪物一模一样。顿感大事不妙的女警赶紧通过对讲机呼叫船上的队友，结果却没有得到回应。而因为小岛地处偏僻，手机也无法联系外界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那艘渔船离开。而本打算前来抓捕船长的女警，此刻也只能先确保大家的安全。他们立刻起身赶往海边，可途中在经过一处木桥时，一只丧尸突然从桥底窜出，死死抓住了黑妹的脚。鲁迪也被吓得摔倒在地，一根钉子穿过了他的手掌。女警见状，果断对准丧尸开枪射击，刚打死一只丧尸，水里又冒出一只。眼疾手快的女警再次举枪爆头，手枪的子弹打完，她立刻换成步枪。几人帮忙将鲁迪救出来后，大家也顾不上给他处理伤口，赶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然而当他们来到岸边，却没有看到船长的身影，只看到船上有2只丧尸在游荡。转眼之间，想要游到船上的西蒙已经冲向水里，大家想要阻止已经晚了。西蒙刚跳入水中，就看到了船上的丧尸，他立马转身往回游，没想到丧尸也纷纷跳入水中朝他游来。女警在岸上开枪掩护，但在水里的丧尸很难被打中。西蒙不慎被一只丧尸缠住，关键时刻一束激光瞄准了丧尸的脑袋。原来是失踪的船长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西蒙总算摆脱了危险。然而岸上的几人也遭遇了丧尸，鲁迪和黑妹成功干掉一只，可船长却被丧尸偷袭咬中了手臂，他反手就是一枪解决了对方。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，上岸后的西蒙对着尸体骂骂咧咧，没想到丧尸还剩下一口气，喷了西蒙一脸带有腐蚀性的不明液体。女警立刻上前进行补刀，但西蒙那张帅气的脸已经毁了。在他们给船长和西蒙处理伤口时，女警打算回自己的船，用上面的通信设备向总部求救。为了安全考虑，她交给克瑞格一把枪，让他也跟着一起去。等成功上船后，女警便开船过来接人。2人离开后，大家开始讨论丧尸到底是怎么来的。会不会是发生了某种变异？对此船长也不清楚。不过看来死亡之岛的传闻是真的。在众人的逼问下，船长说出了关于这座岛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疯狂的西班牙教士，因为犯下重罪被流放至此。结果在流放途中发生意外，疯狂的教士杀害了船长和船员们，逃之夭夭。之后为了躲避追捕，他来到了这座小岛，并奴役了岛上的所有居民。每一个试图登岛的人都会死在他的手中。当地居民谈之色变。据说时至今日，他依然还在这座岛上。这一切会不会跟那个教士有关？而女警这边带着克瑞格，毫无意外的又遭遇了丧尸。在他火力全开击杀丧尸的时候，克瑞格却选择溜之大吉，但没想到丧尸的速度堪比博尔特，克瑞格无论如何都甩不掉，眼看就要命丧尸口，他迅速躲在了一棵大树下。紧随而来的丧尸并没有发现。等他们离开后，克瑞格准备趁机离开，谁知下一秒，这下他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很快就被丧尸团团包围。克瑞格的结局可想而知。见2人迟迟没有回来，在原地等待的几人开始担心起来，万一他们遭遇不测怎么办？又或者直接离开不回来了呢？他们没有武器也没有食物，丧尸来袭就只能等死。看着大家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船长表示他们其实有武器。接着他就带着大家找到那个木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古巴雪茄。他们以为船长是在走私雪茄，殊不知他卖的东西比这个更狠。恰巧这时女警返回，告诉了他们一个坏消息：2人在途中遭遇了丧尸，克瑞格生死不明，他们的巡逻船被丧尸毁了，船上的队友也失踪了。事已至此，船长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原来雪茄只是伪装，他真正走私的东西是藏在下面的武器。女警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眼下这种
种情况保命要紧，这些武器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女警督促大家赶紧装备好武器，这里不宜久留，他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坚持到援兵的到来。原来警局在联系不上两人后，一定会派人过来找他们，而整座岛就只有那座木屋能抵御丧尸的袭击。于是他们决定前往木屋，等所有人都挑选好各自的武器，全副武装的小队立刻赶往了木屋。但让他们没想到，木屋外竟然全是丧尸。更糟糕的是，身后也突然出现一批丧尸朝他们袭来，眼下已经没有回头路，大家只能选择与丧尸决一死战。果然，一切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。有了武器的几人瞬间脱胎换骨，在狮群的围攻下越战越勇，每个人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战力，各种骚操作层出不穷，一瞬间打得丧尸落花流水。面对这群杀尸不眨眼的人类，该逃跑的应该是丧尸才对。特别是手持喷子的黑妹，更是犹如天神下凡一砍四，一枪一只丧尸干净利落。而丧尸这边也不堪落后，直接派出一员大将迎战黑妹。只见丧尸纵身一跃，空中360度转体扔出手中的斧头。黑妹见状，直接原地起跳，朝丧尸凌空射出一发散弹。最终还是黑妹技高一筹，精准命中丧尸，将其击毙。大家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，成功抵达了木屋门口。只可惜前门是被锁住的，如果强行闯入会破坏木门，进去也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丧尸也会长驱直入。于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入口，而此时丧尸的数量依然还在增加，导致几人又不得不再次陷入二番战。但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刚刚还大杀四方的双马尾，瞬间就被狮群淹没，其他人自身难保，根本无暇顾及，因为他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。混乱中，女警看到了变异的队友，于是含泪将其送走，但她也因为一时大意没有交闪，不慎被一只丧尸扑倒在地。关键时刻，鲁迪开枪救下了他。在狮群的围攻下，两人与大部队走散了。幸运的是，鲁迪发现了一个入口，不幸的是，女警的子弹打光了，几只丧尸步步紧逼，他还没来得及爬进去，就被扑过来的丧尸一顿输出。虽然鲁迪拼尽全力将他拉了进去，但女警也彻底失去了双腿，没过几分钟就失血过多而亡。与此同时，另外几人也陷入了绝境，他们的子弹彻底打光了，再也没有了刚刚那种神挡杀神的气势。只有船长掏出砍刀，艰难地抵御着丧尸的袭击，但他没撑多久也倒下了，被丧尸扑在地上疯狂撕咬。幸好这时鲁迪及时从屋内打开了房门，几人合力将船长拖了进去。关上房门后，他们暂时安全了。鲁迪和露西赶紧给船长处理伤口，瞬间失去2名队友，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。而因为自己帅气的脸被毁，此刻的西蒙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就算是活着出去又有什么用呢？但一直暗恋西蒙的黑妹不仅没有嫌弃他，反而趁机跟他表白了，两人当场就确定了关系。此时鲁迪和露西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，外面的丧尸正在处理地上的尸体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，但肯定没啥好事。大家开始整理武器装备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好在鲁迪的背包里还剩下一些弹药，可这点弹药明显是杯水车薪。露西无意中发现一本航海日志，里面记录了传教士杀死船长逃走的事情，看来那个传说的确是真的。随后为了防止丧尸搞突袭，他们开始对木屋进行排查，看看有没有易守难攻的藏身地。经过一番寻找，众人终于找到一间屋子，里面放着无数尸体和残肢断臂，还有各种实验用的器具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实验室。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的杰作，丧尸也是他搞出来的。此时独自留在原地的船长突然听到了小黄的声音，他拖着受伤的身体打开房门查看，发现正是已经尸变的小黄。船长举枪送走了小黄，听到枪声的鲁迪立刻赶来，周围的丧尸也被吸引过来，可船长却没有进屋的意思，他直接掏出一根炸药，打算与丧尸同归于尽。他倒是解脱了，结果却害了大家。巨大的爆炸摧毁了木门，外面的丧尸闯了进来，众人只能逃到后院，关上房门抵御丧尸。这时露西发现了几个火药桶，要是能将它引爆，就能消灭大部分丧尸。可惜的是没有引线，他们只能再次回到实验室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引线。结果却发现玻璃缸的红色液体里似乎有东西在蠕动，仔细一看，差点没被吓死。竟然是一颗生龙活虎的丧尸头颅。黑妹下意识地扣动扳机，里面的红色液体流了出来，在接触到液体的一瞬间，尸体立马发生变异，变成了丧尸。看来红色液体就是让尸体复活的关键，大家立刻撒腿就跑，回到后院关上房门，再次将丧尸拦在了里面。眼看狮群就要破门，关键时刻黑妹发现了一个密道，他们立刻躲了进去，但后面的西蒙却被丧尸抓住了，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走。等同伴安全离开后，西蒙索性开枪引爆了一旁的炸药桶。然而密道里也不安全，时不时就会冒出几只丧尸，他们与长满苔藓的墙壁融为一体，不知不觉3人就已经被团团包围。为了掩护露西和鲁迪离开，黑妹果断站了出来，可没有了喷子的黑妹就像失去了老虎的牙齿，战斗力大打折扣，一瞬间就被丧尸扑倒。
就在两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时，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男人突然出现，解决了一只丧尸。虽然看不到对方的长相，但身形轮廓明显就是克瑞格。对方示意两人跟他走，他们没有多想便跟了上去。在对方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一间更加隐蔽的密室，这里也到处都是骸骨和尸体，而斗篷下的男人正是克瑞格，但他的样子却有些不对劲。面对露西的询问，一言不发，直到鲁迪发现倒挂的尸体是丧尸，这才察觉到对方不是克瑞格。然而周围的丧尸已经围了过来，万万没想到丧尸竟然还会易容术，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疯狂的传教士。两人被当场捉住，在他的命令下，几只丧尸将鲁迪按在桌子上，准备摘取他身上的器官为自己所用。为了让鲁迪死个明白，传教士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当年他醉心于寻找长生之法，秘密进行各种人体实验，没想到很快事情败露，他也因此被流放。途中他找到机会成功逃脱，躲在这座小岛继续进行变态实验，岛上的居民都成为了他的小白鼠。终于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实验取得了突破，他成功研制出一种能够让血细胞不断繁殖的药剂，也就是玻璃缸里的红色液体。但这种方法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复活后会变成腐烂的丧尸。于是传教士再次经过改良，通过不断更换新器官的方法，最终实现了永生。眼下他急需新的器官，而鲁迪和露西刚好可以代替。得知自己即将成为对方的配件，鲁迪瞬间爆发，挣脱了束缚。露西也趁机拿起一把宝剑发起反击，狠狠一刀刺向了传教士。两人赶紧往外面跑，途中鲁迪在尸体上意外发现一颗水雷，在逃跑的同时，他拉开保险丢了出去。可就在两人庆幸逃过一劫时，命大的传教士竟然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双方立即展开最后的决战。但他们根本不是传教士的对手，鲁迪被率先击倒，露西也被一剑刺进了胸口。看到这一幕的鲁迪瞬间暴怒，趁传教士不注意捡起地上的斧头，瞬间砍下了他的脑袋。但让两人没想到，即使失去了脑袋，传教士依然生龙活虎，反手就掐住了鲁迪的脖子。更让我没想到，露西竟然也还没死。或许是伤口刺得不深吧，他甚至还能咬咬牙站起身。露西打算去破坏传教士的脑袋，看看能不能将他彻底杀死。他对着地上的脑袋狠狠一脚踩了下去，随着脑袋碎成渣渣，传教士的身体瞬间失去行动能力，倒地不起。这下他终于死透了，而露西也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。等到危机解除后，救援的直升机才姗姗来迟，最终就只有露西和鲁迪成功获救。看完这部丧尸电影，我只能说，金酸梅终身成就奖的确实至名归。毫无逻辑可言的剧情，莫名其妙的运镜，主角团拿上武器立马战神附体，子弹打光又变成了智商低下的弱鸡，与丧尸战斗的画面又臭又长，每个人都给了很傻的慢动作和特写，期间还穿插了不少让人出戏的游戏画面，简直让人无力吐槽。其实关于乌维鲍尔，还闹出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因为他拍的片子太烂，招来了无数影评人的谩骂，但他却很不服气，给骂他的人下了战书。网上逼逼算什么本事？有种线下来碰一碰。他摆了一个擂台，准备用拳头说话。没想到帖子发出去以后，真的有15个影评人接受了挑战。最终乌维鲍尔挑选了4个对手，本以为影评人能代替观众狠狠教训一下对方，可结果却很意外。乌维鲍尔凭借压倒性的实力，一一击倒了所有影评人。谁又能想到，这货在成为导演之前，竟然练过10年的拳击。他没有用电影征服观众，却用拳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粉丝宝宝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